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何先生，26岁，来自广东，自媒体运营；郑女士，23岁，来自广东，自媒体运营。那么，他们又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？你最接受不了对方什么？在他眼里，事业比爱情重要，总是忽视我，还放我鸽子。有问题不想解决，只想着狡辩。他就是太天真了，涉世未深，每天都在抱怨我。我们在思考问题上有很大的差异。你们对未来有什么规划？我觉得他未来规划中没有我，只是我一厢情愿罢了。他就是一个不值得被泼妇的人。做规划的前提是要有一定的经济基础，而不是夸夸其谈和欺骗。我希望他能够相信我。俩问题，但是我觉得这俩问题，他们2个人的答案都是南辕北辙的。说说你们2个人是怎么认识的？我的话是因为实习的时候跟他在一个公司，然后那时候团建的时候才有了第一次见面。但是我们第一次其实没有什么沟通，就是打了个招呼。然后第2次我不知道他以什么样的一个形式加到了我。后来的话就是感觉他这个人责任心啊，不管是体贴啊那一些都还不错，我才选择跟他在一起的。你们2个人现在在一起多长时间了？2年了。2年发生了这么多事儿啊，感觉你俩价值观好像都特别不统一。我知道相差可能会有点大，但是他前期他不是这样的，他后期他就变成这样了。他们说爱情是常态，什么前期是什么激情，后期是柴米油盐，但是他转变的太快了。那你说说他的转变吧。我感觉他什么都是现在以工作为主，任何东西都能排到我前面。我现在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地位，我颈椎有毛病的他也知道。我记得之前有一次我在公司里面头晕的很厉害，我说你载我去医院吧，因为他公司离我公司挺近的，10分钟。我就觉得他应该就是10分钟就能到的，然后我就提前5分钟下来了。我在那个太阳底下就等了很久，等了大概差不多30分钟，我就头晕脑让我晕过去了。他一过来，我以为他是会开着车过来，因为我都已经这么难受了，然后他就骑着电动车过来了，然后我也还站了这么久。真的就是把我放在心上了吗？你这样做？我解释一下，是因为当时呢，他说了他，病情比较紧急，那我肯定就选择最快的交通方式，因为那时候堵车是高峰期嘛，对吧？那你为什么不能打一个车给我也行呀？可是我想陪着他一起啊，我想陪伴他一起啊。我打着车，那我不如叫个120给他更好了。那我就没有必要这么麻烦，大费周章，我又要跟领导请假，又要交代公司的事情，然后我还得骑个电动车跑30分钟这样子。那好，这个先过了。那我们在路上的时候，我跟他说我真的头很晕。你能不能就是开慢一点？然后他那时候态度真的就很过分，我都已经这样，你没关心我，你还是一直说一些其他的，还怪我。是因为这样子啊，因为当时我第一反应只考虑的怎么送你去医院，我没有去考虑别的什么快呀、慢呀，还是你情绪怎么样，这些我都不考虑，我只考虑第一时间把你病情给先治好。而且你当时是侧着坐。你穿着裙子，我跟你说过很多遍，不是重大的时候不要去穿裙子，因为坐电动车或者怎么样，你要侧着坐就导致头晕，以后就少穿或者不要穿这样子嘛。那我说你的颈椎病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穿了裙子然后侧着坐，然后头晕加重了？你这个责怪没道理，因为他得病是意外，女孩子穿裙子是常态，但是有一点我刚才听得很明白，就是你有车没开车，最后用小电驴。对，他就是为了我。但是这个没错啊，他这个非常对啊，尤其在这样的大城市很拥堵，这时候打车会堵塞，开车会堵塞，你就选择了一个电动车。是的，老师，这个我能接受，但是他那时候又怪到我裙子，因为我侧着坐，我穿裙子导致我的颈椎病，这是什么逻辑？然后我们去到了医院，他就是在旁边一直在那里玩着手机，我在挂号，我在看医生，我在拿药，都是我全程2个人去的。因为当时有工作紧急原因，看又是工作，因为当时公司有项目嘛，然后而且我是临时请的假，然后领导这边交代了任务，那我是不是得先交接好这个事情？而且他那里本来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我都头晕成那样了，那我为什么要让你载过去呢？而且我在后面我去拿药的时候，小儿我提醒他了，我要去拿药了，他直接坐旁边了。也就是说你坐在旁边，手机是在工作。我不知道他是工作还是玩手机。然后后面我交接完工作了之后，我就去问他需要做什么吗？然后他就给我摆脸色，我就十分不能理解嘛。我一开始我叫你来的时候你就工作啊，慢来了，行，我理解了。你到了医院，我2个人跟我1个人一样，那我要你来干嘛呢？而且还不止这个，老师，我们有一次在搞音乐会的事情，已经定好时间，已经定好门票，定好哪个时间去了，还是我们同样喜欢的一个艺人，之前就是因为音乐认识的嘛。好，行，我去到那边，我等他，结果他一个电话打过来，他说，哦，我突然
得到了一个什么紧急的一个工作任务，可能我要晚到或者今天不来了，就把我撂在那了，这确定是对我上心吗？这可是如果不对你上心的话，就不可能记得这个艺人，也不可能跟你一起去这个音乐会。那是因为当时公司确实有临时紧急的事情，我打电话跟你报备了，跟你说了嘛。那最后去不了，我们可以换个时间去，对吧？那这个又不影响什么。这个可以说是算小事，但是对于我们女生来说，态度和仪式感很重要。之前的话，可能是新鲜感没过。大事小事、生日、纪念日，他都会给我去精心准备一个礼物，或者是给我一个惊喜什么的。但是后来第2周年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这一年吵架吵得特别多，然后他又对我挺冷淡的，我以为他会给我一个惊喜，然后他带我去一个餐厅，那个餐厅然后又有鲜花又有蜡烛什么的，我以为他会说节日快乐，然后跟我去说一下今年怎么样，但是他什么都没准备，他就是带我去吃了个饭走了。我就问他了，我说你真的是记得这件事情吗？又是因为工作忙了吗？我记得呀，我不是跟你说了，我的礼物在路上吗？小蛋糕和鲜花呀。这是他后来候补的导师。他第2天，他可能感觉我生气了，他后来他在街上买了1朵。但是你想想，当天我给你过了一个不平凡的一天，比如说我带你去吃你最想吃的餐厅，然后也比较高档嘛，因为平时不会去那种地方，然后那边有鲜花和蜡烛，氛围感也给到了，而且我后面也给到了蛋糕和鲜花这样子。那我觉得已经够了呀。他就是因为工作忘了。像2周年这种，它固然重要，但是我工作那边其实也很重要，我要两者去平衡啊，我不可能说，哎呀，我把手上所有工作。那你说句实话，是不是忘了？是，当天我确实是有点问题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必要说啊，忘了一件小事就一直揪了这个事情。不是，这个事是大是小，是在于你的另外一半来评判。这事儿可能你觉得纪念日它是个小事儿，但是这个事儿在他的心里，他觉得纪念日是个大事儿。老师，你听我说啊，不能只说我工作的问题，我觉得他那边工作也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本身是做高端2手精品车主播嘛，然后所以他那边会经常接触到一些榜一大哥，然后很多的异性观众，天天在他直播间又跟他聊天，又送礼物。那你为什么不陪呢？我有陪啊，只是因为，但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，我不可能一天到晚都站在那里，而且我也没有他们这么有钱。然后有一次，他有一个榜一大哥嘛，说要跟他出去吃个饭，然后他们去聊合约的事情，甚至说还要认他做干妹妹。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不能接受的事情。可是导师，我这个是跟他报备过，是我上班的时候，因为我要维护这个大单，那时候那个大单他整个公司都要买那个2手车，那我肯定要维护这个单，而且是上班时间，我也跟他说过，跟他报备过，领导也去批准过的。哎，你别说领导，你一说领导我就来气。他那个领导明明就对他有意思，而且他每次他那个领导都跟他那个客户3个人一起去吃饭，有事没事还叫他去办公室那里喝茶什么的。我觉得这完全就是越界了呀。领导知道你们是一对吗？知道啊。我们先说那个榜一大哥的事儿，说清楚。去到线下吃饭了？吃了吗？对，我吃了，但是我是在上班时候跟。不，就是不重要，不是在上班还是那什么？不是独自去吃的，就是我们跟领导，然后还有一群人去吃的，不是自己去吃的。这很重要。他就联想到什么领导也对我有意思。那是因为我看到了他领导和客户他们又有钱，然后又有能力又比我好，所以我会觉得很有危机感啊。不说你的感受啊，担心，说事实，他有没有分寸拿捏的不到位的地儿？他有没有做一些越界的事情？或者老板有没有表达过什么让你觉得很暧昧的这种？就是他们一起出去吃饭，然后又靠得很近，那不是团队一起出去为了工作吗？哎，等一下，可以换一个工作呀。等一下，你说靠得很近，你哪只眼睛看到的？因为我在直播间有看到他们一起聊天什么的。聊天是直播的。对，给大家看的，您说还暧昧到哪里去吗？那是一个公众场合。对啊。所以我就说他想这么多，而且他说工作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那我每一次跟他提，我说我们以后哪时候会结婚呢？或者是我们未来有什么规划？我们父母已经见过面了，在一起2年也已经有一点点经济基础了。那你连这一些你都不回答我，你说那是因为我不想给他一个无效的承诺，我想等我的经济稳定了下来，比如说我有一定的存款，我自己心里有个标准，比如说我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什么的，而且我跟他父母那边有聊过，他那边父母就是要求结婚3件套嘛，彩礼、房子车子。那我跟他说了，我不想给他一个夸夸其谈的承诺，这样子，我想等一个确定的。那我就是想要一个承诺，我父母是他不想让我辛苦，对吧？不想让我受委屈，那我只想让你给我一个对未来的期望，他连这个都没有保证我。但是我觉得他还是想得太天真了，因为我比他大3岁，我想着后面
比如说你结婚后的柴米油盐，你生孩子怎么办？那你产后恢复怎么办啊？对不对？那如果生完孩子他在家不工作了，那我养他了，对不对？那我得想到这些点。我觉得他就是太幼稚了。那你说一个你的期望，你要挣到多少钱娶她？很明确，50万嘛。50万是吧？你现在一年年薪多少钱？10万到15万左右。你们俩处了2年了，你攒了有多少钱？因为我那边还有车贷，我车贷还没供完，所以我现在目前存款。那也就是未来5年之内遥遥无期，不可能娶她呗。我预期可能是3年左右。但是我你不是要到确定50万吗？3年你怎么挣够50万？那就是我现在要努力工作的原因啊！我要往上升啊，升了之后我有可能3年就达到50万了呀。你这些都是未知数啊，所以3年是一个大约等于3年。我就看不到跟他的一个未来。然后之前又出现了那样一个情况，就是我们去他的一个朋友的一个婚礼上，他带我去参加了。然后呢，他朋友拿手捧花跟他说，可能想祝福我们之类的，他就把花递给了另外一个人，他就说我现在暂时没有结婚的打算。那是因为你在台下看到了，台上并不是这样子，台上是那个女孩在我前面，然后她本来是接到了，她手滑下来到我这边了，而且她近期也是要结婚了，然后我想做一个顺手人情、成人之美这样子。你在那个情况下都在想我要做顺水人情，你都没在想说。我是觉得他没有必要老是拿这种事情去说。怎么没有必要啊？他永远都是有理重要啊！请问在你这儿他说什么你觉得是有必要的？说你想听的话，说你觉得舒服的话就有必要。我们心平气和的说，如果这个男人他确实很踏实、很努力，但是呢，3年内他也赚不到50万，比如说他有个20-30万，他已经尽力了。我愿意啊。姑娘，还有什么事情是让你觉得不踏实的？之前就是他朋友的一个酒宴吧，他去应酬了，我就去跟他朋友去聊，他朋友就问我，他说小何的话，他那边要去广州那边工作了，问我是什么想法。我说他要去广州工作了吗？我怎么不知道这件事情？因为当时我只是跟我朋友随口提了一嘴，其实我自己。那你为什么不能跟我去提前商量一下？我没决定好，所以我不想去跟你说。但是你有这个打算了，对吗？对，我有这个打算，但是我没有决定好。那你为什么不能跟我去说？那你真的是在乎表现，你真的是。如果你做好了决定再跟他说，不就是通知他我到广州去了吗？不是的，我是想跟他商量，是我自己过了自己这一关了之后。你已经有了打算了，那不就才应该跟他商量？你都做好决定了，那哪叫商量啊？咱们不要偷换概念。那老师，我后面其实我也感觉这个不太好，然后后面我做了一个动作，就是说把那个钱呢，就把我们一个共同积蓄，大概可能8万块、9万块这样子，然后我就给到了他那边。但是呢，他那边又说我，他说你现在连这个共同账户钱都给我了，你是不是打算一个人跑去广州，然后落个好名声这样子？是之前我们存的一个共同账户，他说是为了未来。OK， 他对钱有规划，而且阅历也比我高，所以我才把这个钱决定好存到他那边。然后他近期闹了这么多事情，又把钱转了过来，他这不就是说提醒我要去广州了？我去到广州之后，我可以慢慢跟你断了联系。那你这种行为不就是提醒我这个吗？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的人吗？这一点我真劝一下男生，你有些真的不要狡辩。你现在我发现有2个动作，狡辩的时候你是完全爆发的。狡辩好以后，你就是防卫的，就是这样的。她是你女友啊，要敞开心扉。她有些要求，你真的不能把她逼疯了。好，这个钱我们就当做是这个女生误会你了。那请问一下，就是她如有如此大的不安全感，那这个事情你对她有没有什么一些，比如说安抚或者安慰她的动作呢？那我把钱放在你那，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动作了呀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男孩他就是把钱和物质看得太重了，然后他就会有一种我钱在你那儿，就意味着我的心在你那儿，你必须要理解。这里面有2个很重要的点，第一个点啊，你现在决定了吗？要不要去广州？还没有。女生如果她决定要去广州了，你还准备跟她继续异地恋吗？如果他真的是提前跟我商量过，我可以接受，但是他这样的情况下，我感觉没必要。好，第2点，其实男生是不是在你的概念当中，你觉得现在你接受不了自己女朋友做主播这个工作？我有一点接受不了。你有明确的提出说去要求她换一个工作吗？间接有提出过，但是我没有。如果她一直不换工作，一直就是在现在这样工作环境下工作怎么办？你能接受吗？如果把之前的问题给解决了，我可以接受。什么问题？就是有跟异性保持界限。他保持了，他做什么了？挺有界限的呀。他做啥了？您刚才说了这么多，我们大家得出的是一个统一的结论。这个女生没有什么，我只是想她保持怎么保持？你给我举出来例子。比如说，他们可以在公司里面吃，或者公司里面去签约，不一定要去线下，不一定要去别的地方啊。我感觉你今天思维有点混乱。
因为你这个行业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职场我们也了解。如果您是董事长，她是你女儿可以，反正你养她。你不能要求别人，你只能要求你的女朋友，你能理解吗？就是说，如果接下来还有类似的情况，你要让她怎么做？我想让她转到后端去，可以去做运营。完了，不就是换工作吗？女生你是想要一个答案是吗？对，我是想要一个答案，你是不是我能托付的一个对象？男生你要解决什么问题呢？我希望他能知道，就是爱情不单只说是只有每天的黏在一起，它还有柴米油盐，还有往后长期的很多东西。我们还没到结婚呢。但是我后面有结婚的打算呢，我会往长期去想。我就觉得你现在太幼稚了，你老是只想着现在的事情，不想着后面的事情。各位老师都听明白了哈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各位老师的建议吧，来吧，宝贝儿，人生是旷野啊，你就眼前这个山坡，有什么跨不过去的呢？实在跨不过去，咱们换条路走，往后看看，往左看看，往右看看。你才23岁，他不是你爸，不是你妈，他凭什么来决定你的事业轨迹和人生轨迹啊？你有很多优点啊，你很独立，你不物质，你也真诚，但是你有一点，你好自卑啊！我不知道这个男人我能不能托付，他能不能给我一个未来？你的未来需要他给你吗？甚至他影响到了你的情绪状态、你的身体状态，这个事情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把它看得太重要了。还有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指望这一个男人未来给你什么东西，所谓的车啊、房啊、什么彩礼，以后给你什么每个月给你多少钱，类似这种，你一旦有这个想法、有这个打算，你人生就彻彻底底的失败了，因为你现在是一个独立女性，你马上要堕落成一个不独立的女性。你对一个不自信的人既要又要还要是不可能的。他今天上场的所有的表现都展现了这个人目前对自己现状，不管是事业还是感情上他的不自信。你俩都别这样，都别既要又要还要，你俩都给不了对方。恋爱可以谈，婚姻再说。你现在也不适合进入婚姻，宝贝。我很欣赏你有一点，就是你有为爱赴汤蹈火的勇气，但是我真的不希望你最后是烧得自己遍体鳞伤。他有一句话是对的，就是没有物质保障的爱情，那就只是一段时间的激情，这个事情是会过去的。那么男生，你的爱很自我，不是说明你不爱他，而是说你所有考虑的是以你自己为先的，你认为怎么样是好的，但对他来说那不是，并且你的大男子主义太过了，因为你的实力支撑不起你的大男子主义。他要的其实很简单，他只要情绪价值，他别的什么都不要。你在这个社会中，你要去再找到一个这样不物质的女孩，我跟你说，你烧高香了，你找不着了的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咱们不要再用这些压迫人的方式、打压人的方式去跟人家沟通，去跟人家相处，你会把他越逼越远的。我跟你讲，你再过2年，你等他经济独立了，你试试；你等他财务自由了，你试试。我告诉你，你娶不来了。文老师说的太对了，其实女生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她对爱情、婚姻的认知，她会改变的。都说没有事业心的男人不可靠，但一个男人如果事业心强到可以忽视自己的女友，他同样不可靠。因为这个男生透出的自我、自私、自卑。你说你对这个女生爱不爱？我坚信爱。如果按照你的性格，你自己这样的为人处事，不爱这个女生，那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。你很明白道理，交通拥堵的时候我不开车，我用小电驴，说明你判断问题很缜密。但是为什么后来的出现了这么多的失误？虽然你工作忙，如果你和同事、主管说一句我的女朋友现在急着在医院，谁都会同情。你想到的工作对你来说，我不能有丝毫闪失，我甚至要比别人多做。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挣扎当中，你就会损害自己身边最亲的人。另外说到你的自卑，这一个女生是很清纯的一个女孩，她做事很有规则，很有分寸，把握得非常好。这样的女生你有什么地方可以指责、可以怀疑、可以担心的呢？
如果生活当中纯粹是爱情，那是偶像剧里有的，现实生活当中面包是必不可少的。但是这个面包可大可小，这个女生她不要求大面包，如果说你尽力了，小面包也可以，你还求什么？所以现在你需要的是放下你刚才的这一个动作，自我防卫。我非常欣喜的看到，在最后陈述的时候你改了，才26岁，做事情扎实，这是他的优点。问题出在心态有点偏了。女生今天来问要一个答案，说未来里到底有没有你？你们的未来在哪儿？我告诉你4个字：未来已来。一个男人给你找各种各样的借口，说你要等我赚到多少钱，你要等我怎么样，功成名就还是怎么样，我再娶你，那就是不想娶。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借口，甭管是现在、未来还是过去，他都没有想过要娶你，因为他在你身上是一种非常纠结和拧巴的情绪，他一边自卑着，一边又虚荣着。他看到你身边围绕着那么多比他有钱有势成功的男人，他自卑，但是他内心又在告诉他，有钱又怎么样，有权又怎么样，有势又怎么样，这个女人还不是我的吗？所以你对于他来说是他虚荣的工具，所以这就是他为什么一边不和你结婚，一边又不和你分手。所以我说这话很扎心，但是我今天必须要告诉你，第一，他不会娶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备胎，你给他带来了一种虚荣的感受。第二，他不会跟你分手，因为他还没找到下一个备胎。我本来一开始想要安慰我自己，说让自己把这个东西顺过来，是我觉得因为在一个男人心中，可能工作排在第1位，女朋友排在第2位，我们都可以接受。但是我发现他的心里面是工作工作工作，你都排不上位，因为从几件事情就能看出来，他不是因为工作而忽略了你，他是压根儿就没有你，否则的话他不会已经有去了广州的想法，到此时此刻都没有想要和你坐下来好好来聊自己未来的规划。老师，这个我不太同意，因为我后面已经有跟他聊了，而且你说我不在乎他，那我为什么要开着电动车去载他去医院呢？我怎么说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女朋友得信呐，重要的是你的女朋友，她觉得你们的未来里面没有她。重要的是你在2周年纪念日的时候没有想到这个日子，重要的是你在接到手捧花的时候能够把这个花给到别人，你的女朋友就坐在台下看着。难道这些都加在一起，你让一个女人相信说，哦，这个男人是爱我的，他一定会娶我，那是傻子吗？你跟我解释没有用，你反驳我也没有用。所以姑娘，这是我看到的，仅代表我个人观点。作为过来人，我能看到的，我如实的告诉了你。至于你要怎么选择，你是否能够看清，还是要继续糊涂下去，也是你的选择。他有他的选择，你有你的选择，你就问自己一句：值还是不值？值你就继续，不值掉头就走。你刚才说你去广州，后来跟他说了，那不是马后炮吗？是不是？你老强调你后来做了什么，之前你有没有跟他商量？而且你连为他做的一点点，买了一个小蛋糕，送了一朵小花，你都能记得清清楚楚。你真的很小心眼儿，而且你不自信，你极度的疑心重。就包括一点点小事，他说他颈椎病，你说你是什么穿裙子侧身子侧的，你想说的不是因为他侧身子，你想说的是他不应该穿裙子。对。然后还有说他那个正常的工作环境哈，榜一大哥太有钱了，那榜一大哥有钱那是大哥的错吗？还是他的错呀？啊，他正常的工作对吧？领导正常的看好他。你却不为他高兴，原本你应该为他高兴的啊！你作为他的家人或者男朋友，如果你把自己当做他的家人的话，你没有为他高兴，你反而这个那个又远了近了的，那点小心思，那点狭隘的东西，就想要剪断他的翅膀。然后你每次说到什么东西，你都打着我爱他，我爱他，你打着爱的名义，你根本都没想娶她，你又不想放了她。姑娘，我介绍一部戏你要去看，叫做《不要跟陌生人说话》，你看看那部戏，她不一定有她做得好呢。还有就是，我特别觉得这个姑娘在现在这个年代，你一点都不物质，是一个外表很美丽，心里也很美丽的姑娘。我觉得你值得拥有更好的。姑娘，你错了，你把一个人对你的私占欲当成了爱情。
这个男人哪一点爱你啊？男生为什么不叫120啊？因为你知道他在生病的时候最需要的是你这个人，你也应该知道在那个时刻你应该做什么事情，说什么话。你看看你口口声声说的什么，你头晕怪你穿裙子，看医生了我在那刷手机，你去干嘛去了？你就应该叫一个120，你还不如120。怎么分辨你到底是占有欲还是爱意？一件事特别清楚，占有欲的人只考虑自己，不考虑别人。你是我的物品，我要给你，你必须接着。我只在乎我的感受，我不在意你需要不需要。就如同你非得要挣那50万，非得要在事业上有所成就，你才能去娶她。你听他说什么了吗？你在乎他的意愿了吗？他要求车房存款了吗？没有，你不管。哎呀，你眼光太短了，你知道未来生活很艰辛的，你管他怎么想，你在乎他吗？你只在乎自己，你只在乎自己的感受，所以你才可以做出来说我要去广州了。朋友都知道，你不需要知道，因为我会告诉你，我去广州是为了咱们。很多女生就会把说，哎呀，我的另一半控制我，限制我的工作，控制我的穿着，当成是在意。拜托，他不在乎你想什么，在乎自己的感受是什么。你跟你的老板就不能距离过近，你跟那个客户就不能出去谈业务，你最好就做幕后，你最好就默默在后头不被任何人知道，因为我才安全。这不是他事业多成功挣多少钱就能改变的。我告诉你，当他手里有了点权，当他事业有所成就的时候，那会儿你更在他心目中没有丝毫的位置。我们要透过现象看本质，好不好？这不是事业和爱情应该选什么的事情，是你现在面对的，是爱情吗？非也。我们几位老师的意见都给完了，可以自己好好想一想，冷静一下。好啦，我们准备好了就开门吧！3、2、1，请2、1，请开门。我倒希望他们不出来。不要不出来，哎呀，不出来了，没了。我刚才对男生的话是不是说中了？我觉得没有哎。没有我刚才对男生的话是不是说需要中了？重一点，我认为20岁出说重一点。头的人就应该知道哪里中有了些？你说啥了？哪里中了？另外还有一个，我认为我们就把自己的真实的想法说出来。对，这个我认为不存在着重因为我觉得他可轻的问能是题。面子比较那个什么的男生，所以这个男生的心态是出现了一些问题，这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。而且他确实需要被修正。不管怎么样，希望他们都能各自安好。